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在中国众多传统节日中，新年无疑是最隆重的，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有独具特色的庆祝习俗。四川大凉山腹地是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，同时也有着独一无二的凉山彝族民风民俗。这里的人们生活在高山深处，说着古老的语言，身披查尔瓦斗篷，穿着传统服饰。凉山东部是彝族传统保持最浓郁的地区，这里的彝族新年空前热闹，还有千人宰年猪的盛况。昭觉县位于凉山州东部，这里的年猪交易规模是凉山州比较大的。猪肉是彝族日常饮食中最普遍的肉类食材，新年期间的餐桌上更是少不了。年猪指的就是为彝族新年准备的猪，与平常的猪肉不一样，处理年猪会按照彝族传统方式，所以过年猪肉被认为是圣洁的肉。凉山的猪大多为黑土猪，这里的黑猪吃粮食长大，常常放养在山林间，与牛羊一样，因而价格更高，吃起来也更香。在凉山当地馆子中吃到的辣椒炒肉，肉香回味，至今难忘。来到交易点买猪，有的是县城的人，也有从村里赶来的。对年猪的选择非常讲究，一定要肥壮的黑猪，且越肥越好。一位当地彝族小哥带我看了这里最大的黑猪，竟然重达700多斤。年猪的市场行情每年都不一样，今年的猪多，价位在每斤14元上下，如果赶上数量少的年头，每斤能卖到将近20块。买卖交易的人多了，这里自然也聚集着小吃摊位。炸洋芋、炸鸡肉、炸淀粉肠是凉山地区街头油炸小吃的代表。如果饿了，还可以来上一份热乎的泡面。特姐。从昭觉县继续向南是布托县，地处大凉山腹心地，地形以山原为主，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，年平均气温10度上下，这也是凉山地区普遍的地理地貌。裂谷和褶皱带塑造了这里的重重大山，有名的悬崖村就被包裹在这片大山之中。偏远、闭塞、落后、贫困一度成为凉山的标签，困住人们的是无法通向外界的路。
而打通大凉山的路一直在进行中。托觉镇位于布托县城南部，是凉山中一个普通的镇子。不过每逢9的赶集日，镇上就喧闹起来。明天就是彝族新年了，这时候的赶集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。市集上卖的石榴大多来自会理，位于凉山州南部。会理石榴很有名，那里是中国最大的石榴产地。来吧，看一下吧，躲一下吧，海拔高带来强烈的紫外线，照得人们皮肤黑黑的。在凉山地区，女性头饰是最直接的地区识别符号。之前分享过的普雄镇，那里会头戴粗粗的辫子，而托觉镇所属的布托县，则是这种深蓝色或黑色的帽子，又被戏称为老干部帽。这种形似斗篷的羊毛披毡叫查尔瓦，是凉山彝族地区特有的传统服饰。高原山区昼夜温差很大，一件查尔瓦厚实耐磨。这种绿色形似花椒的调味料是木姜子，是彝族传统的调味品，气味浓郁辛辣，常与辣椒、盐巴等一起作为坨坨肉的蘸料。吃饭可以吃。哇，啥都可以吃的。吃饭能吃吗？啊，吃。吃的多哈。哇。
斗牛赛马是凉山的传统活动，彝族年期间在布托县城体育场会举行比赛，来自整个凉山州甚至云南、贵州的著名牛王都会参加。赛马的选手们都是青少年，较轻的体重可以跑出更快的速度。夏天的彝族火把节是彝族另一大盛事，赛马、斗牛、斗羊、摔跤都是传统项目，还有展示各地区服饰的选美比赛，让人大饱眼福。这是燕麦粉，也算是当地的传统食物，可以用温水冲成糊糊，或者加一点水，揉捏成糍粑一样的面团吃。这sakji段不是附近老的。托觉镇的赶集虽然热闹至极，不过街头小吃的种类并不算多。彝族饮食喜欢油炸和烧烤，调味爱吃辣，这里的小吃摊上也大多是油炸食品。
彝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一个，分布在云南、四川、贵州等地。其中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。彝族有自己的语言、文字、星象、历法，而凉山彝族又有着独特且略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。自秦汉时代，中央政权开始在西昌设郡派官，但其控制从未真正深入凉山腹地。在1956年以前，凉山彝族地区还处于封闭的奴隶制社会阶段，实施土司制度。那时候，地位尊贵的黑彝是统治阶级。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毕摩，则位于统治阶层的第3位。彝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，和缅甸语比较接近。在凉山地区又分有不同的方言片区，往往一山之隔，所说语言、所穿服饰就不同了。之前在农村市集上常能看到大块的魔芋，现场制作这还是第一次见。魔芋与草木灰水等混合搅拌冷却，切块后就是常见到的魔芋了。凉山当地街头的油炸小吃中就会有炸魔芋，撒上调料很好吃。还有比如烤鱼、焖鸡的时候都可以加入魔芋。新年期间的大餐一般是在院子中支起大锅烹饪，市集上也常能见到这种超大的锅。坨坨肉是最有名的传统彝族餐食，第一步就是要将大块的猪肉放到锅里煮，肉块越大越好，才显得富有大方。相应的也需要更大的锅灶。厨具则是将锅铲换成了铁锨，才能翻动这一大锅的食材。彝族传统餐具是木质漆器，红、黄、黑勾画出彝族传统图案。木勺用来盛汤，家里常做的酸菜汤盆中都会放一个木勺。新年期间祭拜祖先的食物会用传统餐具来盛装，而家中吃饭人多热闹，有时候图方便都会用纸质碗。
托觉镇还有一处非常有特色的市集，在镇子外，那里是布托黑绵羊的交易地。布托黑绵羊是布托县特有的品种，块头大，体格健壮。最显著的特点是尾部披着蓬松的小黑裙。布托黑绵羊肉质细嫩，口感好，是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。每斤的价格在37、8块左右，有时候可以卖到40元。黑绵羊剪去的羊毛以前也有经济价值，不过现在收羊毛的少了，价钱也低，1斤才几毛钱。布托黑绵羊体型硕大，是彝族传统活动斗羊的优秀选手。每年的火把节上都会举办斗羊大赛。虽然没有亲临火把节现场，也有幸看到一场林间斗羊，见识到了布托黑绵羊勇猛的一面。对于当地人，黑绵羊还有一种交易方式是整只估价。这种情况往往是要用羊来进行彝族古老的法事仪式，比如避魔、祈福、治病、驱魔、消灾。树上拴的这只健硕的黑绵羊，刚刚谈妥的成交价是8000多，若是更大只的羊，成交价会超过10000元。
不是这怎么来呀？我不知道。布托县地处凉山腹心地，同时也是贫困腹地。这里曾经是中国10大特级贫困县之一，在全县192个村中，163个曾被划为国家级贫困村。托觉镇所在的片区就是整个县中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。回到布托县城，新年前热闹的气氛还没有散去，县城中心市场所在的街上依旧是挤满了人。布托县是彝族火把节的发源地，又被称为中国彝族火把节之乡。每年夏天的火把节期间，会迎来许多游客。彝族新年当天，头等大事是宰杀年猪。在布托县城会专门有一片区域，家家户户齐出动，是彝族年的一道盛况景象。在彝族年期间，整个凉山州会放假1周。传统彝族年的庆祝有3天，第1天库什，宰杀年猪，吃新年大餐；第2天朵钵，背上好酒好肉，看望长辈；第3天阿普基，祭祀祖先。
在杀年猪有彝族自己的传统，在村子中要按照先长辈后兄长的顺序逐户进行，放置年猪的方向、分切过程等都要依传统进行。盖上蕨鸡草，烧去猪毛，会先取出部分内脏，放火塘里烤熟，用来祭祖。猪胆则要悬挂起来，越大越好，象征吉祥。处理年猪需要用到大量的水，年猪广场上分布着一排排的水管，县城还安排了消防车，方便人们取水用水。彝族年是一年的结束，也是新一年的开始。彝族年的日子是按照彝族历法，通常秋收之后由毕摩推算，则吉日而过。现代为了统一放假时间，定在公历11月20日。相对落后的发展，使得人们常常忽略凉山彝族古老的文化传承。动人的彝语吟唱才最能诠释这里的风情，黑亮的肌肤、高挺的鼻梁才能穿出独一无二的彝族美学。希望更多的彝族朋友能够走出凉山，也希望更多的外地朋友可以走入凉山。库什木萨子墨跟你。好啦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